歡迎來到明星新聞 MKN Star News 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楊洋周也凡人修仙傳，選角爭議竟是平台的 KPI 煉金術。當周也憑什麼顏子玲的熱搜掛在微博上3天不落？當豆瓣小組裡楊洋到底是不是天選韓麗的帖子蓋到上千層？當 B 站 UP 主們靠着吐槽選角視頻播放量破100萬，你以為這只是一場關於演員適配度的口水戰？太天真了！在平台的算法後台，每一條不配、換人、毀原著的評論都在推高一個更重要的數字 KPI。拆解選角流量電池模型人涉及工具、爭議及能源。主角作為基本盤電池。看看楊洋天選韓麗這個標籤在社交媒體上瘋轉的樣子。從立項開始，製作方就沒打算藏着自己的算盤，找個既能打又有觀眾緣的演員，流量和古裝扮相都要契合市場預期。楊洋34歲的年紀演10幾歲少年，演技進步能否垂實角色靈魂？這些在製作方眼裡，就像在菜市場跟大媽爭論雞蛋要不要放冰箱格局小了。平台的邏輯簡單到粗暴，楊洋坐鎮等於鎖定基本觀眾盤，男頻修仙加動畫在前加楊洋壓陣，這盤棋就輸不了。雙引號，知情人士透露的選角思路印證了這點。楊洋的流量和古裝扮相都非常契合市場預期。至於原著粉關於韓麗其貌不揚、資質平庸，而楊洋劍眉星目、氣質出眾的吐槽，在資本眼裡，那是另一種形式的有效數據，說明原著粉在關注、在討論、在貢獻熱度。凡人修仙傳開播3天站內熱度破萬。首日熱度破8326，創優酷2025年以來開播首日熱度最高紀錄，最終以18.35億的全網有效播放量收官。這成績在男頻修仙裡已經是能拿出手給投資人看的樣板間。爭議選角作為引爆點電池，現在全網都在問周也，你憑什麼演亂星海第一美女？書粉心中的子玲是清冷、破碎、帶點狠勁的絕代佳人。周也的古裝路線是什麼？標準的95花甜妹加小公主。美嗎？美，但美得太安全，太偶像劇。尷尬嗎？尷尬就對了。平台的算盤打得更響。楊洋是流量，周也是流量，兩個流量加起來就是熱搜和播放量翻倍。你們罵得越兇，熱搜越穩，討論量越高，數據後台越好看。雙引號。更諷刺的是，角色原本的天選候選人名單裡，可能有更貼合的人選，比如清冷仙子天花板的候選人。結果選來選去，選了個爭議最大的。你品，你細品，這到底是選角失誤，還是平台在下一盤流量對沖的大棋？配角作為資源置換籌碼，再看其他角色的安排，就更耐人尋味了。老牌帥哥被安排去演妖獸，綜藝咖來演反派，童星、小演員被塞進資源友好型名單，這些選角早就超越了演員是否合適的範疇，進入了資本資源置換的暗戰。業內早就不是秘密，選角名單就是一張商業資源網絡圖。資方推薦、平台系藝人、戰略合作方藝人，每一個名字背後都是一筆生意。演員適配度，那是在商業利益談妥之後才需要考慮的次要問題。爭議如何量化為平台收益罵聲的數據煉金術，從口水戰到核心數據指標。你們每罵一句周也演技不行，平台後台就多一條用戶互動數據。每發一條求換角的微博，熱搜榜就多一個閱讀量。數據顯示，《凡人修仙傳》在播出期間拿下88個微博熱搜榜、134個娛樂話題榜、320個上升榜、262個出圈榜。
抖音主話題電視劇《凡人修仙傳》總播放量突破 8.1 億次。雲和數據顯示，該劇最高市占率達 11.6%， 在熱播榜排名第3。這些數字怎麼來的？很大程度上就是靠你們這些生氣的觀眾貢獻的。你們以為自己是在捍衛原著精神，其實你們只是在幫平台完成用戶情緒數據採集。爭議性選角就是最有效的用戶激活器，原著粉被逼發聲，路人被吸引吃瓜，黑粉借機狂歡，多方勢力入場，聲量指數級增長。數據如何轉化為真金白銀？現在來看看平台最關心的核心問題：罵聲怎麼變成錢？第一，流量數據提升項目內部評級。當《凡人修仙傳》以單月播放量環比激增 15.26% 的成績拿下優酷2025年增長率第1時，它在平台內部的資源優先級就上去了更多的推廣位、更大的預算傾斜、更強的運營支持。第二，熱度證明向廣告主兌現，26家品牌贊助，單日37條廣告的商業表現，讓《凡人修仙傳》成為年度吸金力最強的劇集之一。廣告主不看演員合不合適，他們看數據播放量、討論量、熱搜數量。罵聲越大，證明關注度越高，廣告價值越大。第三， KPI 完成度決定後續資源。平台內部的項目評估體系裡，用戶互動量是關鍵指標，而罵和誇在數據邏輯裡沒有本質區別，都是用戶投入的證明，都是有效數據。罵得越兇，說明用戶越投入，項目 KPI 完成的越好，下一季的預算就越有保障。透視行業潛規則，當何事讓謂語有用？流量優先的選角鐵律。在《凡人修仙傳》這樣的 S 加級項目裡，選角早就不是藝術決策，而是商業計算。行業數據顯示，影視項目選角時，流量指數的權重一度占到 45%。雖然到2026年，這一數字可能降至 12%， 但流量思維早就內化到每一個決策環節。業務能力匹配角色 vs 演員自帶流量話題性這道選擇題，在平台的 KPI 壓力下，答案通常是後者。因為流量可以直接變現，演技好壞則需要觀眾花時間驗證，而平台沒有那麼多時間等驗證結果。情懷與情感的數據化宿命。最殘酷的事實來了，原著粉的情懷，對角色的情感，在資本眼中，從來就不是需要尊重的藝術，而是可以量化的數據燃料。情懷可以轉化為初始關注度。你看《凡人修仙傳》未播先火，優酷站內預約量破528萬。情感可以量化為討論參與度。你看，關於選角的爭議帖子蓋了上千層樓。爭議性選角，那是激活沉默用戶的最佳催化劑。原本可能默默看劇不發聲的原著粉，被周爺顏子玲這種操作一刺激，立刻從沉默多數變成活躍數據貢獻者。我的暴論，你們炒的不是選角，是平台的 KPI。說句得罪人的話，你們現在罵得越兇，平台越開心，因為你們一炒，熱搜有了，話題有了，播放量有了，廣告主看到了，下一季的預算就有着落了。你們以為自己是在為藝術發聲，其實你們只是在幫平台完成用戶情緒數據採集。每點一次不看好，每發一條求換角，都是在給平台的輿情監測系統餵數據。原來觀眾對周爺顏子玲的抵觸這麼大，那宣發的時候就得多剪她的美照，少放正片。雙引號。原來原著粉對楊洋年齡感的吐槽這麼多，那後續剪輯就得多用束髮造型，少用鍋蓋劉海。雙引號。別再問周也能不能演好子玲了，真正的問題是，在平台的算盤裡，周也的子玲到底是用來圈粉的，還是用來釣魚的？而你們
到底是在看劇的觀眾，還是在為平台貢獻數據的流量電池？下一次再看到離譜的選角，先別急着生氣，不妨在評論區說說，你還見過哪些明知道會被罵，但平台偏要這麼選的案例？感謝您觀看視頻，請訂閱我們的頻道以支持我們。